我们谈完了这个案例的这个介绍跟检讨以外，再来我们要谈另外一个概念，叫做会面交往权。刚刚跟各位所说明的是，在我国改定侵权人的情况之下，是改定成功了，把小孩的侵权判给了这位妈妈。但是在法院的主文把侵权判给妈妈的同时，他会另外有一行，就是这个美国籍的生父可以定期的跟这个小女孩来会面见面。这个在国外呢称为探视权，在我国的法律上面称为会面交往权。所以就我们所介绍的这个案例结果上面，因为我们的法院为这个妈妈量身定做，把小孩留下来了，因为媒体的大肆报道，这个大概变成所谓的瞩目案件。但是这个结果是不是真的符合儿童最佳利益？这个小女孩的生父以后是否可以跟 A 见面？法院的主文当然说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妈妈是否会阻止父女两人的定期见面，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刚刚我们跟各位所说明的是说，不管在理论上面，在国内法上面，在国际公约上面，全世界共通的原理原则就是儿童的最佳利益，或称为子女的最佳利益。可是当案例的说明结束以后，你觉得这个到底是儿童的最佳利益呢，还是在处理父母之间的最佳利益？考量的究竟是从这个儿童的立场来做考量，还是从父或母各自的角度、各自的公平正义来拉锯呢？这个我想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所以在我国的民法上面，这个侵权呢，在制度上它没有共同行使的余地，而是必须要单独行使。所以在结论上面，法院势必要将这个侵权呢判给一方。就结果上面来讲，实际上这都不会符合儿童的最佳利益。对儿童来讲，他的最佳利益就是大人，你们两边不要吵了，你们为什么不能够好好的相处在一起，大家一起快乐的生活呢？为什么要分开呢？对儿童来讲，他没有办法理解大人的世界，所以对这个儿童来说，他要的不是分开，不是争吵，不是法院来判断谁才能够好好的照顾他，谁才能够让他快乐的长大。这一种事情闹上法院，对儿童来讲，他不可能会快乐，他也不可能觉得说法院的这个裁判的结果对他来讲是符合最佳利益的。可是小孩子终究没有办法了解大人的复杂的世界、复杂的情感、复杂的环境，所以法院要把这个侵权判给一方，这实在是一个非常不得已的这个结果。所以在制度上，另外一方虽然没有取得这个侵权，但是在法律上还是有所谓的会面交往。对小孩来讲，除了跟取得侵权的一方
在一起受到他的照顾以外，跟没有取得亲权的另外一方维持一个稳定、持续性的、定期的接触跟会面，这个才是符合儿童最佳利益的。也就是说，单是把亲权判给哪一方，这个是没有办法符合儿童最佳利益，而必须是兼顾会面交往权的确实的确保跟执行实现，让儿童能够跟没有取得亲权的另外一方维持建设性的、继续性的这个会面跟交往，这个才是符合儿童最佳利益的。我们来看一下外国的案例，这个我们称为格拉梅斯案。你可以发现，这个格拉梅斯告格拉梅斯，这是一对父母配偶，他离婚了以后，他在离婚之前呢，本来是同住于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跟小孩住在一起。结果后来呢，父母呢闹离婚、闹分手，结果一开始是由他的母亲不法把这个小孩移送留置到加拿大。父亲在1年以后见到了他的孩子。加拿大法院虽然下令可以在父亲的家里与小孩见面，但拒绝父亲依照1980年公约返还小孩的请求。而当父亲发现这个母亲打算再往加拿大更远的地方搬迁以后，这个父亲趁儿子回到他美国的家与他会面的机会，留置了当时到美国的儿子。这个父亲呢，等于呢第二次不法留置了他的儿子，确保他的儿子跟他之间的联系不会遭到他母亲的往更远的地方搬迁而切断。美国的法院在审理母亲请求返还小孩的这个案件当中呢，拒绝将小孩返还给加拿大。你可以发现，在这个案例，美国的法院跟加拿大的法院杠起来了。一开始是母亲不法带到加拿大，加拿大法院把小孩留下来，也都美其名是儿童最佳利益。后来，当然，加拿大法院虽然把这个小孩留在加拿大，同时他必须要有会面交往的这个裁判，所以在确保这个父亲能够见到小孩，这个小孩回到了这个美国父亲的身边，告诉了父亲说：“啊，这个妈妈打算再往加拿大更远的地方搬的时候，这个父亲开始担心了，他跟小孩的会面交往会不会因为这样子而得到了切断？所以到最后，等于大人他所思考的都是大人自己的利益，结果这个可怜的儿子就在加拿大跟美国之间被带来带去。所以这个案例说明了，当父母之间没有办法心平气和的相处，而且更情绪性的要让对方连孩子都看不到的时候，这个就侵害到了没有侵权的一方他的会面交往权。甚至我们必须要讲，父母任何一方的这种情绪性的这种举动，也是侵害这个未成年儿童的最佳利益。所以这个格拉梅斯案例说明了父母他如何的担心联系与接触在未受监督与保护的情况之下，导致小孩被不法移送或留置。所以在这个案例，这个父亲呢，显然是受到了
这种担心的驱使之下而有所作为，他要把小孩留下来，他可能也到美国的法院去请求改定亲权。所以从这个案例的这个历史过程看来，如果日后这个小孩到加拿大去探望他的妈妈，很有可能再一次遭到他妈妈的不法移送或留置。所以呢，我们前面跟各位提到说，在我国的民情风俗，开玩笑，我是他的母亲，我是他的父亲，我把他带到哪里，或我把他留在哪里，这个怎么叫做绑架？这个怎么叫做诱拐？所以我们从这个案例来跟各位讲，在美国、加拿大也是一样，这个都是不法移送或留置。与此同时，对于拥有亲权的父母，严格限制迁居，纵然他的本来的意志在于确保与小孩保持联系的权利，实际上也可能导致拥有亲权的父母避开司法体系，来达到绑架子女的目的。所以我们要跟各位强调的说，保持定期的建设性的持续性的联系，这不是父母的权利，这是小孩的权利。所以什么叫做儿童最佳利益，子女最佳利益？我们刚刚跟各位提过，法院判亲权给另外一方，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得已的做法，但是不代表有亲权的那一方，你就可以垄断这个小孩，你就可以操纵这个小孩，你就可以要这个小孩。另外一方，不管是父亲或母亲，都不要了，你只要跟着我就好。这是不对的，这是子女的权利。所以子女呢，他有权利要求与父母双方都维持一种有意义的关系，不论他们父母彼此之间的关系如何。也就是这个时候要超越的，不再是你父母之间的关系了，而是以小孩为本位，跟父母两方之间的关系，这比较重要。所以在现代，随着科技跟旅行的方法越来的越方便，成本越来越低的这种情况之下，工作已经有可能到外国去工作，不再停留在本国。所以在这种越来越多的儿童子女会跟随着父母进行全球性移动的这种现代社会，得以确保维系亲子之间的关系的这种跨国性的机制的迫切需要，就这个产生了。所以如果国际之间存在一个可以更加强更有力的架构来执行亲子联系的这种司法判决，子女们例如格拉梅斯案中的儿子，就可以免除掉伴随与其父母之间的关系突如其来的中断，毫无预期的多次的搬迁所带来精神上面的创伤。所以这个用在我国的这个案例，我们除了要提醒各位什么叫做不法移送或留置之外，亲权最后判给生父或生母的其中任何一方，这是一个不得已的结果。这个要说这个是符合儿童的最佳利益，我想这个不是绝对，这个只是相对的。从这个儿童的角度来讲，与这个父母两方都维持这种持续性有意义的关系，这个才是符合儿童最佳利益的。好，我们这一节到这边，谢谢各位。